大家好，我是老冰棍儿。提到白蛇传，想必大家都看过。除了这个白蛇许仙以外想必大家最为印象深刻的就是法海了。法海在白蛇传中被描绘成一个不通情达理、顽固不化的和尚，所以招致了很多人的厌恶，并且被各种戏谑，以至于在网上被各种鬼畜都玩坏了。在2013年的时候，艺人龚琳娜更是以一首歌曲《法海你不懂爱》风靡一时。没曾想这首歌竟然是捅了马蜂窝，遭到了佛教界的各种抗议，引发了所谓的法海事件。有网友可能会说，法海不就是个虚构的民间传说人物吗？怎么会遭到佛教的反对啊？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很多人应该已经猜到了，法海其实历史上是真有其人，俗名叫做裴文德，是唐朝的孟州济源县人，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济源人，是当时的宰相裴休之子。没错，也就是说法海在出家之前是个赤裸裸的官二代，还不是一般的大官可以说是有权又有钱，还曾经中过状元。没错，要知道在中国1200多年的科举历史上，中过状元的人寥寥可数，也就是500-600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所以法海真的是相当的厉害。至于考上状元和他老爹有没有关系那就不知道了。反正这个出场就是要文采有文采，要家境有家境，很可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高富帅那么如此背景的法海是怎么走上了佛门之路的呢？如果继承他老爹的衣钵那很可能会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切确实和他的老爹有关系。因为法海的老爹裴休自幼就开始学佛，后来在唐穆宗年间考取了进士，而后是步步高升，累迁到吏部尚书、太子太师。裴休对佛教信仰是相当虔诚，家世奉佛，与禅宗有着深厚的因缘。他中年以后还曾经断绝肉食，摒弃珠玉，焚香诵经，世称河东大士。在佛教历史上有着宰相沙门的美称，曾经结识过当时很多著名的得道高僧，比如黄聂禅师、灵佑禅师等等。裴休在潭州出任刺史的时候曾经主持修建了密印寺，这个密印寺在现在的长沙潍山乡境内，而这个密印寺的开山祖师就是高僧灵佑禅师。灵佑禅师何许人也就是后来法海的师傅。灵佑禅师是维养宗的开创者，所以法海他爹修建的这个密印寺就成了维养宗的祖庭。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维养宗，就是这个禅宗的5个流派之一。而这个禅宗是达摩祖师传到中国的一支以坐禅为中心的修行集团，是这个大乘佛教的一支。维养宗的修行理论是认为万物有情，皆有佛性，人若明心见性，皆可成佛。所以法海的师傅维山灵佑是禅宗的一脉开拓者，相当的牛如此看来，这个法海走上佛门之路，一切都说得通了。至于这个法海具体是怎么出家的，还有这么一段记载，说这个裴文德也就是法海当时中了状元，出任翰林学士，有一个皇子生病，求医无效，裴文德有佛心愿意作为皇子的替身出家为皇室祈福。这个父母都不舍裴文德就跪求父母一家流涕。他爹裴休当时还写了2首诗，这里给大家念念，就不翻译了，大家都听得懂。一首叫做《送子出家诗》，说寒悲送子入空门，朝夕应当种善根，深眼莫随财色染，道心应向岁寒存。看经念佛依师教，苦志明心报四恩，他日忽然成大器，人间天上独称尊。还写了一首诗叫做《景策间》，说汝即出家须立志，求师学道非容易，烧香换水要殷勤，佛殿僧堂勤扫视，莫闲游莫嬉戏，出入分明说出去，3朝5日不归家，妙法何曾闻一句，敬师兄爱师弟，莫在空门争闲气，上恭下敬要谦和，莫轻他人自逞事，一时难得不易，何必千般求细腻，轻斋薄粥但寻常，粗布麻衣随分际，荣华只在紫罗袍，
有道何须黄金贵？解三空明四志，要超出国至实地。李观音持世志，别人睡时你休睡。三更朽尽五更出，好像释迦金殿内。点明灯换净水，礼拜如来求智慧。报答爷娘养育恩，天龙八部皆欢喜。那这么两首诗念完，大家是不是觉得好像裴文德出家，他爹不是不舍啊，而是很乐意啊？而且是各种忠告嘱托，还给予了很大的厚望。如此说来啊，他也算继承了他老爹的志向。就这样，裴休就把裴文德送到了密云寺，也就是他自己修建的那座寺庙，自然而然的就拜了灵佑禅师为师，取名叫做法海。剃发之后，灵佑禅师啊就让他当了苦行僧，担柴挑水3年，以磨其心志。这个法海，你想想，原来人家是状元啊，出身士族啊，是公子少爷啊，所以啊这不堪其苦啊。有一天就对着水开玩笑说，和尚吃水汗淋挑，纵然吃了也难消。就是你们这群和尚吃水，让我一个翰林学士来挑，即使吃了也难消。谁知道啊，一语成谶，这个众僧人吃了都得了腹胀。灵佑禅师听说这个事情之后啊，知道是法海的这个玩笑话应验了，于是当众大喝一声，说老僧打一坐，能消万食粮。从此以后啊，众僧人就不再腹胀了。法海的姐姐听闻此事啊，于是还发心捐献金钱，并且亲自督工修建了一条水涧，引泉水到了密云寺。从此以后啊，再也不需要跋涉提水了，然后人们称之为美女涧。而这个法海啊，自己也是在内心忏悔啊，每日冥想苦修，闭关3年，终于得道。等法海学成之后啊，就去了镇江修道。他在森林中打坐，发现了一尊佛像，上面刻着泽心寺的字样，才知道此地啊是曾经晋朝的泽心寺，现在可能只剩下遗迹了。于是啊，发心重建。在重建的时候，在挖掘地基的时候啊，挖到了许多黄金。法海就原封不动将黄金啊都送交给了当地的官府。当地的官府啊，可能将此事是上奏给了皇上。这个唐玄宗知道此事之后啊，大为感慨啊，敕令啊将黄金送还给泽心寺，并且赐玉匾为金山寺。那么今天镇江的金山寺就是这么来的。据说这个法海在修金山寺的时候啊，有一条白色的大蟒蛇占据了寺庙的地方，一动也不动。这个工人们就打算伤害他，或者说杀了他。法海就斥责说，谭月而我非汉高帝也。谭月啊是佛教用语，就是施主的意思。我们啊又不是斩蛇起义的汉高祖刘邦啊。于是法海这个召集僧众，设坛念诵金刚经、法华经、楞严经，这么一通经文念完啊，这条大蛇突然昂首向法海吐了吐信子，然后法海啊又念诵了一遍金刚经，这条蛇啊又吐信子示意，之后啊便自行离去。在离去的时候啊，还下起了大雨，这个水啊淹了好几天才退。当时的人就说啊，这是龙王征伽蓝。龙王指的就是这条白色的大蟒蛇啊，而伽蓝啊也是佛教用语，就是寺庙寺院的意思。而这个法海禅师啊还仍然端坐在这个岩洞之中，所以后人啊就建造了法海洞来以为纪念。后来这个宋朝的宰相张商英还有诗赞曰，说半间时事安禅地，盖代功名不易磨，白蟒化龙归海去，岩中留下老头陀。后来啊就被各种小说家演绎，成为了这个白蛇传的一部分。另外一个说法说是这个法海修金山寺的时候啊，驱逐了一只食人的蟒蛇。金山的地方志啊有记载说，这个蟒洞右峰之侧，幽峻其险，入深4、5丈许，悉出白蟒噬人。白蟒要吃人啊，是裴头陀屈服，刚好被裴头陀给屈服了。那为什么叫他裴头陀呢？因为在这个裴文德刚出家的时候，灵佑禅师就是意使他作为这个头陀来修行。这个头陀啊就是苦行僧的意思啊。金山寺落成以后啊，这个法海自然而然就成了镇江金山寺的开山之祖啊，以修炼头陀苦行为名，设坛讲经，而且对待弟子尤为严苛，尤其重视这个禅定的功夫，就是这个打坐不能动，一动啊那个监僧啊可能就棍棒伺候了。所以啊，江南人有称说金山腿子高民香，海潮只是利拉枪，指的就是说金山寺的僧人打坐的时候最为端正，而高明寺的僧人坐的时间最久，必定要烧完好几炷线香，那每炷香就是1个时辰啊，2小时，有的可能要坐上4、5个时辰。而海潮寺的僧人啊不守规矩，打坐的时候啊还聊天嬉闹。由此看来啊，这个法海禅师在历史上确实是一位得道高僧啊，在禅宗上造诣颇深。
所以啊，故事讲到这里啊，关于法海的来龙去脉，想必大家已经有所知了。那回到故事开头，为什么那时候法海你不懂爱会招致佛教各界的反对，大家也心知肚明了。那至于法海修寺庙与大白蛇争地盘的故事，在《白蛇传》里最后又怎么演变出来许仙小青呢？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们下期有时间再聊。我是老冰棍，下期再见。